蓝忘机盯着手里的字条，有些头疼。昨日午后，魏无羡神秘兮兮地问他想不想15、16岁那时候的自己。蓝忘机那时正在批改小辈们的笔记，对他的这话并未多想什么，轻轻了一声作为回应。魏无羡往他怀里钻了钻，笑得更神秘了些。蓝忘机并未察觉。当夜，放在床榻上和蓝忘机打过激烈的一架大汗淋漓，并且累到昏昏欲睡的魏无羡突然没头没脑地嘀咕了一句：“蓝湛，你明日若是见了当年的我，可也一定要如此这般狠狠地对他。”蓝忘机不明所以，正待发问，自家的道理却是话音刚落下，头便一歪，趴在他的胸膛上睡了过去。蓝忘机只得将疑惑暂时放下，轻轻地替人盖好被子，往怀中搂了搂。一个极致温柔饱含爱意的吻，将这一天的帷幕拉下了。但是眼下，他可算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字条上龙飞凤舞的几行字迹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一番经过。原来，魏无羡前些日子发明了一个新阵法，能暂时变回年少的模样，时效只有1天，第2日便能恢复。他没告诉蓝忘机，是想给人一个惊喜。然而，说是惊喜也确实不错，只是晨起时分，蓝忘机看着怀中蜷着的孩童模样的小道侣，喜之余也瘦了些下。此刻，只有8岁孩童容貌和心智的魏无羡，安安静静地坐在床榻中央，大半个身子都藏在了薄被之中，只露着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，那双不乏灵气黑亮亮的大眼睛胆怯地盯着蓝忘机看。然而，一对上后者向他投来的视线，那2只好看的眼眸便会立刻变成2道弯弯的小月牙，稚嫩白净的小脸上印着明媚又傻气的笑容，倒是也不认生。蓝忘机默认了这短短一晚上发生了的事情，沉默着将纸条收好，去衣橱内寻了件自己幼时穿过的旧衣，来到榻边，将自己变小了的道侣从薄被中包了出来，让他站在榻上，一件一件帮着他穿衣。小孩子有些受宠若惊，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位好看似神仙般的大哥哥，轻柔地抓起自己的手臂套进衣袖中，随后又替他卷了卷略微过长的袖口，直到最后一件外衣也披上了身，这小家伙方才从惊愕中回过神。他抢在蓝忘机伸手之前抓住了衣带的2端，拉到身前系了个松垮垮的结，同时说道：“不用麻烦哥哥，阿英自己会穿。”蓝忘机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眸中的冰雪都在此刻消融了，化作唇边一抹浅淡的笑意。他从看傻了眼呆愣愣杵着的小小道侣的手中抽出衣带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将松垮的结解开，又重新系上一个结实的，道：“无事，你还小。”待蓝忘机替他理平身上的衣物，魏婴似懂非懂地眨了眨眼，随后又是一道开心灿烂的笑容挂在脸上。蓝忘机听见小孩子稚嫩又清脆的嗓音，真诚无比地说道：“大哥哥你真好看。”浅色的琉璃眸中有涟漪微微泛开。他将小人从床上抱下来，指尖顺了顺孩童略微睡凌乱的发丝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也很好看。”“真的吗？”黑亮的眼眸闪着喜悦的光芒，甜甜的笑容从唇边溢了出来。魏婴欢喜地说道：“谢谢哥哥。”眼前这张小脸蛋虽稚嫩了些，却是能隐约瞧出日后少年那般丰神俊朗的影子。蓝忘机忍不住又在小孩子毛茸茸的脑袋上摸了摸，轻轻了一声，气息都柔了不少。小家伙笑得很是开心。原以为魏无羡即使只有7、8岁的年龄，也该是上蹿下蹦、调皮淘气的小老虎，然而事实却令蓝忘机有些惊讶和不习惯。这只小老虎此刻正乖顺地坐在自己的腿边，安静又斯文地一勺一勺舀着小米粥喝，俨然像一只未断奶的小猫崽崽。毛茸茸的小脑袋搭在碗边，伸着粉嫩的小舌头略地舔着碗里香甜可口的牛奶，着实可爱的紧。只是蓝忘机的这只小猫崽崽没吃几口便放下了勺子，扭过脑袋看向他，天生含笑的眼眸里划过一丝胆怯与小心翼翼，细声说道：“谢谢哥哥，阿英吃饱了。”蓝忘机看了眼小孩子碗中几乎未变少的小米粥，微微蹙起了眉：“再多吃一些。”他道。魏婴看了看碗，又看了看蓝忘机，下定决心似的摇了摇头，拒绝道：“不用了，阿英真的饱。”完整的话都还没说完，不争气的小肚子极不愿意配合的咕了一声。魏婴神色一变，急忙慌慌张张的捂住，有些不安的去偷瞄蓝忘机。后者神情未变，
静静地看着他，随后微不可察地叹了一口气，端起小孩子的碗，舀了一勺吹了吹后送到他的嘴边，柔声说道：“张嘴。”这只听话乖顺的小猫咪下意识张了嘴，脑袋往前凑了凑，含住勺尖将那一口小米粥喝了下去。蓝忘机又舀了一勺，吹凉了喂给他，问道：“可还烫？”魏婴头摇如拨浪鼓，直呼不烫了，接着便要求还是自己来吃。